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否認逍遙是仙俠劇，疑似類型澄清，為何引發行業與輿論的連鎖震盪？2026年1月8日，隨着古裝劇《逍遙》正式收官，一條看似普通的微博評論回復，卻在娛樂圈和社交平台掀起了遠超劇集本身的輿論風暴。在《逍遙》收官當晚，譚松韻於微博評論區回復粉絲留言“謝謝你圓了我的仙俠夢”時，直截了當地寫下：第一，我沒有仙俠夢；第二，這是奇幻劇。短短一句話，卻迅速登上熱搜，引發關於劇集類型認定、演員職業態度、仙俠題材現狀以及輿論解讀邊界的多重討論。有人稱讚他態度專業，尊重創作初衷，也有人質疑他情商不足，刻意切割仙俠標籤。這一回應最終從一則粉絲互動演變成一場橫跨觀眾、平台、創作者和行業的深層爭議。一次糾偏式回應為何迅速出圈？從表面看，譚松韻的回應並非公開聲明，而是對單條粉絲評論的直接回復。但正是這種非官方、無修辭的表達方式，讓它顯得格外真實，也格外尖銳。在娛樂圈高度程式化的輿論環境中，明星往往選擇模糊、緩衝、迴避爭議，而譚松韻卻選擇了正面糾正觀眾認知。他沒有否定觀眾的情感投入，而是明確區分觀眾期待與作品屬性。隨後，譚松韻工作室及多位劇組支持者迅速補充背景，導演徐紀周從項目立項起便將《逍遙》定位為古裝奇幻劇，並在央視採訪、官方物料、微博宣傳中多次強調這是一個以奇幻冒險為核心的故事，而非傳統仙俠修煉體系。這一點與部分播出平台如愛奇藝在分類中將《逍遙》歸為仙俠劇，形成了明顯錯位，也成為觀眾認知混亂的重要源頭。奇幻還是仙俠？爭議的真正分歧點，圍繞《逍遙》的類型之爭，本質上並非簡單的標籤之爭，而是對敘事結構、世界觀邏輯與類型邊界的理解差異。一、支持奇幻定位的觀點認為，劇中不存在完整的修仙飛升渡劫體系，沒有明確神仙等級或道統傳承，故事核心是人妖羈絆時間循環宿命選擇。導演將其定義為中式童話，更接近奇幻寓言。有觀眾評價，它的邏輯更像是奇幻冒險，人物命運推動劇情，而不是升級打怪。雙引號。二、支持仙俠定義的觀眾則認為，劇情中包含三世糾葛、妖王封印等經典仙俠元素，特效風格、法術呈現與傳統仙俠高度相似，情感結構仍是宿命式愛情。平台分類對觀眾形成先入為主的期待。有網友直言，觀眾看的是呈現效果，不是導演採訪。雙引號。正是這種敘事本質與視覺符號的錯位，讓逍遙處於類型模糊地帶，也放大了譚松韻回應的爭議性。輿論兩極化，是專業澄清，還是情商翻車？支持者，這是難得的專業與真誠。不少網友認為，譚松韻的回應恰恰體現了他一貫的職業態度。他不是在否定觀眾，是在尊重作品定義。雙引號。終於有人敢說實話，而不是迎合粉絲情緒。雙引號。這種活人式互動在明星裡太少見了。雙引號。支持者指出，譚松韻出道多年，始終強調不立人設，專注角色。他拒絕將作品強行貼上更受歡迎的標籤，本身就是對創作的一種負責。反對者回應方式過於直接，缺乏情緒管理。另一部分聲音則認為，譚松韻的表達方式略顯生硬，粉絲是真情實感，他卻直接潑冷水。雙引號。完全可以說得委婉一點，
雙引號，情商在線的話不會這麼說。雙引號，還有觀點猜測，他是在刻意回避仙俠撲街的輿論風險，試圖通過類型切割降低負面評價。數據與事實，所謂撲街戰的注腳嗎？針對動機質疑，市場數據給出了相對清晰的答案。逍遙連續11天蟬聯電視劇播放市占率日冠，累計有效播放量約5.1億，雙平台熱度峰值突破8000。譚松韻角色登頂角色 V 榜，所謂7.67億播放量的說法被證實為誤傳。事實上，逍遙的成績在當前古裝劇市場中屬於穩健偏上，並不存在全面失利的客觀依據。業內人士指出，劇集採取雙平台日更3集加超點的排播策略，本身就會對長線口碑造成一定影響，不能簡單以情緒化標籤評價作品成敗。仙俠題材的集體疲勞才是爭議的底層原因。逍遙的類型爭議也折射出當下仙俠題材的整體困境。近年來，懸崖救人神器爭奪宿命愛情等橋段被反覆使用，觀眾新鮮感不斷下降。部分觀眾對仙俠一詞本身已產生審美疲勞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奇幻被視為一次差異化嘗試，但由於視覺語言仍沿用仙俠成熟模板，最終陷入想擺脫卻沒完全擺脫的尷尬。有網友評論，他想講新故事，但穿着舊衣服。雙引號，演員與作品邊界感正在被重新討論。譚松韻的回應也引發了關於演員是否有權定義作品的討論。支持者認為，演員作為創作者之一，有責任維護作品本身的設定；反對者則認為，作品一旦面向市場，就不可避免要接受觀眾的再定義。這場爭論沒有標準答案，卻揭示了當下娛樂生態中創作者話語權與平台算法、觀眾預期之間的張力。結語，一次澄清，不只是類型之爭。回看整場風波，譚松韻並未否定觀眾的情感，也沒有為作品辯護成績，他只是堅持了一件事，把作品說清楚。而正是這種不迎合的態度，讓討論延伸到了行業結構、類型疲勞、輿論解讀方式等更深層的問題。或許逍遙究竟是不是仙俠，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高度標籤化的娛樂環境中，是否還允許有人認真對待定義本身？這或許才是這場爭議留給行業的最大啟示。